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这里有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是热血的斗士。为什么我们说打官司要有个打呀？这就是一个 fight。也是冷酷的刺客。Well, Mr. Little, this whole incident happened completely due to your negligence. If it's not your negligence, you are part of this scam. 他们令人崇拜。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现在可以跟师傅出去。对呀。也被人厌恶。我把哪个人定罪了？被告人的家人回住，你把儿女还给我。你不如问问你的儿子干了些什么吧。对。法庭就係大家尋求公平同埋公正嘅地方。Call。他們用自己的專業和信仰，捍衛着750萬香港市民的生命、財富、公義、自由。當你站在法庭的時候，你不單是準備一個案件，而是你身後這份信任。我們律師處理的不是一堆文件，是背後是一些生命。開闊自己的眼界，跟這個世界接軌。他們被稱為大律師。最優秀的法學生踏上了中國香港的國際舞台。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同時輔修了經濟學雙學位。本科和碩士都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非常優異的成績保送到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來到了港大就讀法律博士，畢業於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畢業於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讀的是法律和電影雙學位。我是香港中文大學法律本科的應屆畢業生。之前有來過香港嗎？今天是我第一次來香港。下一站，香港西九龍。年輕人的出發，從來不是好奇和向往這麼簡單。語言 And the relief of one victim should not come at the cost of another's life. And it would be cruel for her to be sent to prison for her murder on so many doubts. 環境。佢都韞咗1日啦，咁佢情緒有啲好似唔係好穩定。這個拖痕壓根不是拖人的痕。哦，這不對勁。這就是坍塌的教室嗎？勇氣。越來越質疑自己。我這輩子沒有為什麼東西熬過一天只睡2個小時，第二天又只睡3個小時。但我覺得很累，我想休息。我覺得你還是一直在進步的，這個我絕對覺得是這樣的。你更多的你要勇於說把你的後背給到你的隊友，然後讓你的隊友去承擔一些。我覺得其實 OK 的。我 trust 你我也 trust 你，加油！無論如何先擊個掌，來，耶！辛苦，一起加油，一起加油！當 TVB 的劇本寫進現實，他們是否準備就緒，成為那衝上雲霄的唯一主角？做律師要做一塊堅硬的石頭。法律也相當於一張盾，可以去守衛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向往在香港成為一名大律師。世界上真的有一條路，可以通往所有目的地。而這條路就在香港。我想成為公益律師。我希望自己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紫荊花開，熱血依舊。向着法律最前進。做人，愛拼，
才会赢。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6季的现场，欢迎大家！佼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很高兴又一次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跟大家见面，我是 offer 加油团成员陈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今天还是一样，这里有6位好友将跟我们一起见证8位实习生为期1个月的职场考验。来，首先要为各位介绍本季加油团成员，让我们欢迎气势 slay 全场10场一路开挂的爽文大女主佘诗曼，欢迎哟 ，Hello。让我们欢迎乘火焰烈马如约4载陪实习生奔赴每一次热爱的春叶，欢迎春叶。比00后更会整顿职场的互联网嘴替大张伟，欢迎大老师。这是谁想出来的啊？是00后的脸吗？对不对？是我，就是我啊！谢谢大家啊。当然还有3位呢，他们身上有一个神奇的共同点。首先，让我们欢迎大家心中的 offer 白月光，一路升级打怪的绿界新星小何以琛、何运晨、何律。有没有人说过你像何以琛？没有，说我名字像何以琛。何运琛 HYC， 拼写也像，是不是？河南人说一样，何运琛。真的吗？何运琛就很像嘛，方言很像嘛。蹭到了。欢迎 offer 5的神仙带教行走的人间理想现实版何以琛，欢迎骆家云、骆律，欢迎哇，也是老朋友来到我们身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演艺界的小太阳，对待事业不将就，展现多元魅力的全能艺人何以琛，本称钟汉良先生。哇哦，厉害！何以琛本称。因为我在节目里面，大家把我记住都是左一，所以说我今天刚才来的时候就赶一大早。就一定要把我左一的这个位置给 secure 了。哦，把位置先坐定。洛丽说到这个座位，真的让我恍惚间一下穿越到上一季。我感觉好像前天晚上我们才录完第5季的感觉，因为座位啊，还有熟悉的面庞。前天晚上哈，这倒是有点夸张了。恍如隔世，但是没有 offer 陪伴是度日如年了。对。但是今年的 offer 全新升级，2大升级点。第一个升级点在于这一次我们要全面聚焦香港职场，全方位的领略香港文化。第2点是我们将聚焦的香港大律师行业，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的头戴假发、身穿黑色的律师袍、交锋的那些庭辩律师。一般的律师要多久才能成为大律师？在香港的话，我们律师就会分成2种，然后一种的话呢，我们叫做事务律师 solicitor， 就像我这一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呢，叫做讼务律师，诉讼的讼 barrister，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大状，就是大律师。在香港成为大律师，他都会经过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的话呢，那你就当然是要去选择读一个法学学士的本科的学位。对于一些没有法学本科学位的人，他可以读另外一个课程叫做 JD， 在香港，然后它是叫做 Juris Doctor， 然后法律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位，或者是说，如果你在海外的普通法系的国家，然后有一个等同的学位的话，那你可以拿着这个学位，然后进入第2阶段，就是在香港你要去读一个叫做法学专业证书，我们简称 PCLL。然后呢，当你完成了这个课程之后的话呢，那么你就有资格开始去选择究竟成为一个大律师，还是成为一个事务律师。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大律师，那你就要去找你的师傅，就做1年，然后见习的大律师，我们叫做 pupillage。然后满1年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正式有资格成为大
大律师。总之我算是听明白了，就香港的整个法律职场跟我们的区别非常大，对，而且它的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超出我们想象。真的是。今天会是实习生报到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8位实习生将通过多个课题考核来争取2个正式的入职 offer。当然，我们加油团也可以通过益达职场自在时刻来预测每一期的考核排名，为实习生们争取一个追加 offer 的宝贵机会。我们每猜对1次，就可以点亮一个自在值。当我们猜对7次以后，益达灯牌便会随之亮起，这也就意味着加油团成功的为实习生追加了一个 offer。让我们在自在迎接后面的每一场推理挑战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8位实习生正式进入职场的第一天会是什么样，一起来看。Gangnam Style。北九龙裁判院。我这看着跟骆驴似的，穿很像，跟我今天的造型。这是志远吧？身材真好，有种成熟范儿。裁判法院就是专门审那些相对没有那么严重的刑事案件，就会在裁判法院。哦，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这个在法院里啊。嚯，这孩子够喘的，身体是一般。他是紧张。哟，64岁了，北九龙裁判法院。哦，学习到了。我这书这么厚啊！天哪！英文字典，是不是？是不是这种什么案例的汇总这种东西？也有可能是教材，因为香港那些法律教材也很厚。感觉得到很紧张哎，溢出屏幕了都。这不是紫薇？当律师都要这么好看吗？哎呀！所以今年和前几季都蛮不一样，因为前几季大家都是到办公室，然后今年直接去了这个裁判法庭，还是会让人有很不一样的感受。你好。要。应该可以随便坐，前6排好像不太能坐。好。要坐里面还是坐外面？我坐里面吧。里面。好，你先去。谢谢。所以咱俩是最先到的。女孩是法大的对吧？对，中国政法。
你也是在香港读书？你在香港读书？哦，对，我在港中文。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哦，我本科也是在内地读的。你本科在哪？中南政法。哦，对，在武汉。对。中国政法很厉害，很厉害。你是硕士吗？还是？我本硕都是中国政法。我觉得他带本书挺好的。为什么呀？缓解尴尬。你还有带一本书，你看开启话题呀。这是我们的合同法。哦。因为都还没来，刚才我一个人挺尴尬的，就是拿一本书出来翻一翻。你是01年？2000年，2000年。那我们一样。哦，你是2000年，那你是几月？是8月份。差很近，我9月。你是9月？哦，那你比我小半个月。对。所以你是处女座。你是狮子座。我是处女座，我也是处女座。你也是处女座。对。好，还挺巧的。2位处女座，哇，跟我一样啊，我们都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星座聊完没话聊了。你是香港人？哦，不是，我是内地的，湖南的。湖南。河南。对，你是哪人？湖南。哦，湖南。长沙的。哦。长沙我去过，很好吃。当时去的时候，文和友还特别火。哦，现在也还挺火的。哦。OK。这哥们儿行，能一直聊哈。找话题哈啊。女孩已经第3次玩美甲了。你兴趣爱好是什么？平时？都是他主动说。你有什么？我爬山、唱歌这种。正好都是我不喜欢的。哦，那可以。香港还有挺多山可以爬的。就是麦理浩径。哦。好像是被评为全球10大值得爬的山中的一个。对。哦，我不太喜欢跑步啊，爬山啊。哦，我刚听的是你还挺喜欢，原来是不喜欢。一下子把天给聊死了。大家怎么还不来？我们2个。对呀。这是种鱼吗？种鱼。啊。Hello， 要不要坐里面？好。你想坐这边还是坐这边？坐中间吧。坐这儿吧。哦，他很厉害，一下坐中间。叫什么名字？我叫向志远。哦，我们还没有交换名字。对哦。他们聊了好久都没有聊名字。是的，我们坐近一点吧。OK。他好会哦。哎呀，没有带简历过来，没有带名片。没事，我叫向志远，然后我英文名叫 Eric， 我现在是在港中文读 LLM。哦，我是港大的，现在在读 JD 刚读完1年级。哦 ，JD 那很厉害。哦，英文名叫 Grady， 然后中文名叫陈仲瑜，耳东陈，仲是轻重的重，然后瑜是王字旁的周瑜的瑜。哦，我知道了，陈仲瑜。你好像我一个本科的同学，是吧？我感觉你的脸我有点熟悉。发型做的很不错。风超大，今天风超大。哎，那你叫什么？我叫上燕子薇，然后英文名是 Urania。哦，好。本硕都是法大。哦，法大的 ，OK。你本科应该也是在内地读对吧？不是，我本科在多伦多大学，我是商学院多大，然后转过来的。哦，那你就是纯 common law 背景啊？对，然后，那他就是纯内地法背景 ，OK。可以合作一下。你好，我很紧张。我在嘉伟，我是2种混合体。他其实想和女生握手，但是终于就之后一起组队，可以，正好可以互补一下。啊，你也是 JD 吗？我是 LLM， 我是就是 common law 方向的。哦，那你们有学哪些课程？
我们学 contract，我们也学了 criminal 这些。香港的法律刑法其实跟内地我觉得没有太大差别，主要的原则对，主要原则都一样。对你像那个 intoxication， 我感觉跟内地很多什么刑事责任阻却事由啊，很多都比较类似。香港也是有一些 ordinance， 就是法条。对 ordinance 很重要，很重要。像这个 tort 里面其实有很多的 case。对。哎，这季实习生英文好多。对呀，上一季没有。我其实搜过 tort 的那个 case， 就是那个 ginger beer 那个 case， 就那个在那个姜汁啤酒里喝出来一只腐烂蜗牛。蜗牛，对。已经在讲案例了。哦，那个好像叫 Donald Hill。Donald Hill。哦，对对。Wes Stevenson 是吧？哦，对。你们好厉害。哦，你们是共用就是教材都很像是吗？因为其实香港它主要的几个案例都是固定在那儿，然后我们学合同法、学侵权法，就首先是看的是这些 case， 应该每个学校都是一样的，有些 landmark case。对。我本家洛星，很有气质，这个有一种姐的气质，对，女王范儿。哦，有新朋友。Hello。Hello。你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坐吧，好，大家都坐吧。尴尬。Hello， 我叫洛星，英文名是 Michelle。哦 ，Michelle，OK。你是香港人是吗？不是，我是湖南人，然后我的老家是在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叫做醴陵，在株洲那边附近。对，我是长沙人。那我们是近似老乡。对，其实我就是老乡。你是本科在哪？本科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清华超牛呀！好厉害！没有，大家都很厉害。你高考是不是很高分？状元。我高考是在我们省是文科第11名。湖南文科第11。都是学霸哦。待会儿有郑州第1高考状元。对，那个罗一涵厉害了，正面 PK 一下。但是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太巧了，说明学习能力很强。好厉害，好厉害！到时候得请教。大家多多学习。那你是怎么有兴趣来香港想做律师？我之后其实是明年要去澳洲念 JD，我是想去提前体验一下这种普通法的诉讼相关的业务。澳洲很好。墨尔本吗？还是什么？应该大概率是墨尔本。很好，莫大很好。大家都是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硕，然后现在是研究生1年级。我是港大的 JD。哇，那你应该对香港的法律很熟。就学了1年，就是公司法，然后土地法、equity and trust 这些我还没有学到。你们是不是学了刑法了已经？刑法是有学，就是怎么看它的 mens rea 和 actus rea。那可能很多要向你请教。我理解您了。真棒！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握个手。为什么说话这个样子？对，就是10个字里必须有4个是英文，对不对？要不然很难。不是，因为我刚到香港的时候，然后学广东话，然后大家觉得说，怎么能够尽快的感觉你的广东话好像比较正宗，就是你不会说的词儿就用英文。你看看，有道理，灵活啊。所以你是哪一年的？我是01年的。那你应该是最小的。是吗？我00的，你也是吗？我是99的。我是处女座的。处女座。你也3个处女座 ，OK。这次处女座的浓度好高啊！这次实习，有些特质可能比较 fit 法律这个方向，我觉得。你好忙。好，没关系，这样活动一下筋骨。我陪你坐上。没事。这样就可以不用转向了，就做一个4方形。你比较轻松。是的。仲宇很棒啊，特别会那个气氛融洽。
这是那个可儿，陈可儿，她穿的衣服都是粉色系，给我的整个感觉真的蛮像 Kimberly 哎。哎 ，Hello， 哇，都起立了，谢谢。坐，谢谢。你的发型有点像 Kim。哎，哦，是吗？我是叫 J 的 JAD， 不是 J 啊，不是那个周杰伦那个 J。玉石的意思是吧？对 JAD 陈可儿，耳东陈，可以的可，儿童的儿。对，然后我是悉尼大学的法律和电影双学位。哦。我在西大读的 LLB。哦 ，LLB OK。对。我觉得 LLB 是就是法律在 Common Law 这一方面学位的天花板。是的，是最好的。没有。哇，这仲瑜太会说话了哈，精准的夸你。没有，就是因为没有读硕士。你们都是哪里人？我们俩都是湖南人。我们很近。我是福州的，我是河南的。你是？我是杭州人，杭州的。我觉得应该会有 local 加入我的实习，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我们现在都不是 local。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你看起来很有那个感觉，可能是这个发型的原因。我们可以猜一猜，剩下的这3个人，肯定是2个男生1个女生吧？但是他们的背景呢，好像大家还没有美国背景的，我觉得可能会有来一位哈佛、耶鲁啊，JD 过来。哇哦！后面来的还有3位。哈佛、耶鲁、剑桥、牛津、斯坦福，看看能不能中1个吧。就常青藤那几所是吧？清华已经有了，就是内地的学历天花板也有了。是的，对，是的。健身那个吗？健身男孩，文翰。他们照片还是跟本人差得多。本人好看。哦，新朋友来了 ，Hello， 王文翰，王是那个3个横一个竖的王，文是文化的文，然后翰是翰林的翰，然后我现在是人民大学的1年级。哦 ，OK， 是大一是吗？研一。哦，研一。我先坐吧，大家都先坐，对。你有点像一个明星，让我来思考一下了。很会夸人哎，仲瑜真的很棒。仲瑜的小雷达又来了，有点像王凯，对，有点像王凯，我觉得像千玺啊，我也觉得有点像易烊千玺，哎，是不是？有点像，确实的，眉眼挺像的。啊，是的。说了之后觉得有点。对。仲瑜是律政界何炅老师。走哪儿都能够把这个气氛变得特别的好啊！可以，律政小何炅，好吧？好，行，外号已经有了。你没有互相加微信吗？哦，没有，我们就差你这样一个。要不加一下？我们要面对面建群一下吧？哦，可以，这样一会儿正好。我来建一个，0369如何？好。我就在群里加一下你们了。好呀，我发给你我的。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我们的群名叫什么？哦，确实。等另外2个实习生来。对，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哎，你们都是哪里人呀？我是江苏盐城人。哦。浙江杭州。我们都是包邮区。对，我们俩都是湖南。不知道实习结束会不会被你们湖南话传染？还好吧，他们俩没有口音的。我们都没有。你是喜欢听这种？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讲，就是我们也可以讲生活。那你们在香港上学的会被粤语传染吗？哦，这个很难传染吧？我想被传染一下。对，真的想被传染。咱们一会儿是要庭审吗？不知道。你看，陷入尴尬的时候，总是仲瑜在说话。这个 chord 应该已经没有在用了。哦，是的，可能是 more chord 之类的，有可能。我有查到说他其实是拍那个毒舌律师的那个取景地。哦，是吗？你这么说，突然感觉这个场地变得有点别样。
法庭本來應該係一個最公平、公正嘅地方，公義一樣坐咗喺度。我哋做刑事大律師，每日企喺度堅持，唯一值得我哋咁樣做嘅，就係希望個世界係公道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来了，罗怡涵，篮球队长，郑州市文科第1名。哦，有新朋友。看看看。哦 ，Hello，你们都来了。Hello，我叫罗怡涵。罗怡涵，你好。思西罗，仪表的仪，涵养的涵。我先坐吧，大家都先坐，对对。你是哪个大学？我本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哦，好嘞。哇哦。我们都是 LM。我先在中伦工作了1年，然后我又在一个公益律所工作了1年，然后去读书。实务经验丰富，天啊！哇哦，感觉可以做我的 mentor 了，已经都是牛马。他很喜欢动物，土狗牛马。我之前面试的时候说我的实务经验丰富，因为我参加过法律援助1个月，但现在发现我是非常的渺小。哎呀，不要担心，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也都是新的。然后研究生是刚刚在那个芝加哥大学读 ILM。厉害厉害啊！哦，好厉害，很厉害，很厉害。那我们应该经常要跟你请教。对。而且本科直接申请上芝加哥真的很牛。芝加哥大学好强啊！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全球排名前3，我记得前3过。我们刚刚其实就在压来的同学会是什么背景，就觉得会有一个美国背景的同学，就正好是你顶尖的名校。没有，主要是校强我渣。校强你也强，大家都很厉害哦。我们都是 LM，OK， 握手。我们2个唯2的 LM。我不是 LM， 可以握手吗？可以握手。他们握手。谢谢握手。那你是哪里人啊？我是河南郑州人。哦，我是新乡的。哦，老乡。超近。哎呀，再握一下手。突然变超近。被2组老乡包围。那你河南考上北大更牛了。真的。你看，你开始了，哎呀。是不是接近状元的？对。哇，好厉害！第1名哦！哇，超厉害！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在香港实习过。起点是一样的，这应该都不会粤语。对，你们有这个相关经验吗？没有，都没有。对。所以这么猜，是不是下一个应该是香港的本硕？我觉得应该是对 local， 可能是对。最后一位了。哇，这是走路带风的徐婉婷。这是新同学。好，来了。Hello， 你好。香港口音，果然。Hello， 我是徐婉婷，今年22岁，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然后9月会读 PCL 证书。哇！我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哦，我是 LM。哦，你是 LM。对。你会说广东话吗？哦，我会的，我是香港人。你也是会的。我是不会的，所以终于有一个会的。坐吧，咱。我一会儿拉你进群吧，因为刚建了一个群，对，可以在群里加一下我们这样。好，没问题。所以你们也都不会说粤语？对，都不太会。所以前面我们还在思考沟通的问题。我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有在香港律所实习过吗？有大律师所还有律师所都有。婉婷就很抢手了。我们接触一些广东话的客户，就只有他会说粤语。对。嘿，这孩子真的是，我跟你说，他去卖包能卖特别多那些。销冠，对，重于顶尖的情商啊。他进群了吗？对，我刚拉他了。对，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庄严的环节，就是讨论群的名字。对，我们可以每个人发起一下提名，最终来进行一个投票的论词。我先想一想。我想到了一个名字。就是首先香港嘛，香港的标志是一个紫荆花，对，叫花开富贵，叫紫禁城。我们是8个人，我们可以是叫紫荆8星。他才是土狗，果然是紫荆8星是可以，8星8剑啊，或者说紫荆8剑。紫荆8剑客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为什么已经有那种古风的感觉？就很古风，就很古风，挺有气势的这名字，符合你的这个想法。对，他真是古风 boy， 符合你的想法。当然了，我想到律政先锋，好普通，好普通。我其实也是想到律政先锋那种的港式，怪不得你俩是一个学校的。好。不愧是中大的。有没有比较有香港本土特色？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内地普通话的思维。可能就把大壮放进去，更加口语化。可以。然后再参考前几位你们的一些 keywords。可是为什么感觉紫荆跟大壮不搭？紫荆8大壮。已经有一种唐宋8大家的感觉。位置一下拉得很高。对。还有其他的提案否？紫荆8朵花，这3朵愿意吗？他真的很土。这像家庭里面感觉更像。家庭群也挺好的，那不是氛围很好吗？对啊，怎么还能叫相亲相爱一家？相亲相爱一家人。然后每天早上就这种早安家人们。对，发一个早安心语是那种。对，紫荆一家人可以。那紫荆好像还是清华的那个什么？是的，是我们的那个小会。双鸭可以。他们应该叫香港8个人，乡巴佬他们家。说乡巴佬，香港8大佬简直乡巴佬吧？我觉得那个紫荆8朵花，我觉得还可以。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可以啊。那我们要不就紫荆8朵花？可以啊。这是谁？突然被 Q 了，同意。你起的，你来改。我同意。你来改吧。啊，好。紫荆8朵花，他们叫京巴是吧？就是京巴。京巴绝了。对，学英语还是大老师。对不起啊，我不该学这些啊。OK 了，所以我们的8位实习生第一次相见的，首先场景有点特殊，不像在之前全都是办公室。是的，好酷。那这次在裁判法庭。另外，他们有一点我刚才一直在听，一直没有理明白，我刚才还有记。LLB、LLM 还有 JD， 这学历背景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称呼？因为我们很多同学他们在选择到底以哪个方向去提升自己学历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为此我还做了一点小的准备，方便大家去理解。专业了，谢谢你的准备，这么用心，真棒啊！就这是他们每个人的一个背景。其实像我们内地，我们本科就可以学法律。像洛星，他就是这个清华大学的法学学士，相当于是法学的本科。我们这叫法本哈。对，法本。然后你继续往上读的话，就会变成法学硕士或者是法律硕士。这还有差别吗？有差别。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都是内地的一个硕士学位，对。但是呢，它方向会不同一些。法学硕士会更加偏向于研究型，就比如说做一些理论方向的。他可能未来他有一个方向是想要继续深造，那去读博。法律硕士的话，一般来讲，他可能就读一个硕士的学位之后就毕业，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了。所以他本身的教学更偏实务一点。
然后在普通法系下，其实像是其他他们这种学位的设置就会有一些不同。婉婷她就有一个 LLB 的这么一个学历，那 LLB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法律的本科，一般的话是在4年左右。如果要继续深造的话，会选择读 LLM。LLM 的话就是学1年，相对来说速成一点。可能很多的内地的学生可能想要一个普通法的背景，但是又没有太多的时间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去读一个 LLM。JD 的话相对来讲会比 LLM 要涵盖的法律内容要多一些，比较难毕业，就是压力会更大。他要学2到3年，然后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工作当中碰到一个人是 LLM 的，一个人是 JD， 我们会默认 JD 的人可能知识的积累会更强一些。然后他毕业了之后的一个社会的认可度也会更高一些。对，这听上去就是开始工作已经多大岁数了？因为他要读完能健身40多了吧？一般不会，成本高。等于说一般到 JD 的时候是多大了？20，本科再加3年，25、6了已经。差不多吧，26、27左右。都学完快30多了，还没开始工作呢，还没开始读博呢。读博的话就跟行吧，行，祝他平安好吗？这些书这么厚，都需要时间把它看完，真的很不容易啊。然后刚刚大家看到了这个初见面的几位，有没有让各位眼前一亮或者印象深刻的？仲瑜啊，仲瑜太厉害了，太会说，太会聊了。对，而且就是每一个都给你伺候的特别的，就是舒服的，就说话里头总能找到你的闪光点。他有一种服务精神，而且他从来不会那个说自己多厉害啊，都是发现别人闪光点，都夸人的。对，这种人好棒，然后把自己姿态就放低一点，我那个不算什么，你那个才厉害。对，他都是这种。就让人家很开心。对啊，紫薇还行啊，紫薇就是一个特别把情绪挂脸上的一个人。是俩男生聊天的时候开始吹头发帘了，就是我喜欢这样的人，就根本不用掩饰自己啊，该怎么着我喜欢。紫薇也是这种。文翰我也挺喜欢的，对，我觉得他很主动，就是主动建群，主动自我介绍，然后主动问别人叫什么名字。是啊，对，都是主直的人，我觉得他是，而且感觉蛮沉稳的，就不会说过分的活跃，但是的话呢，他会把这些该干的事儿干好，有点像那个胡明航。这个我自己去年。那问一下洛律好了，如果要挑2位，今年假设您是带教，最想带谁？因为我去年带教的是雨桐和雅琪，其实紫薇让我有雅琪的感觉，就是很活跃。念旧你这个人哈，就是还找之前那样的有点感情。洛星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像雨桐这样子，可能比较腼腆一点。可是洛星很有大姐范儿啊。我觉得洛星给我感觉是超级御姐范儿，就是气场开足的那种，走路自带那 BGM 的那个。因为他有一个细节，他说清华嘛，然后别人哇完之后他就说没有，他非常平静，就是好像对于夸奖都习惯了，他很淡定，就非常稳的女儿。我要是带徒弟，我觉得罗一涵跟陈仲瑜2个人是完美的徒弟。怎么说？因为就是罗一涵，感觉你只要把任务给他，他就会完成的非常的好。就是他自个儿从来不会跟你说困难在哪儿，他会把困难自己解决。对吧？就是那种完美的答案交给你。对，然后我想跟谁有一些不好的关系，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仲瑜帮我去处理。这等于我这2个徒弟，我左膀右臂，好完。你就不用干了。对，我就是发号施令，一个做事，一个做人啊。对，太厉害了，他们2个。陈烨呢？有没有？我就是洛星，然后还有对婉婷印象比较深，因为她是唯一一个香港本地的朋友。首先在语言上，我觉得她就有一定的优势在。洛星我觉得气势很稳定的女孩，有一种大女主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很淡定、很飒的。然后婉婷是我觉得她好像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一定优势的。我特别同意陈烨刚才所讲的，就是因为婉婷她本身，因为我们这次是和大律师去实习嘛，对。然后其实在这8个人里面的话，在香港读法律本科的其实就是婉婷，而且她刚才也介绍她过去在大律师行，然后还有这个事务律师那边都有做过实习，所以从她的一个本科的学习的经历和过往的工作实习而言的话，应该相较其他7位实习生会有她的优势。那您说您比较适应什么风格？我觉得律师应该还是有他的那个特质，就是他要给别人信心嘛。因为我帮别人
去做案子上法庭也好。我觉得罗怡涵很稳啊，他有一种你看到他就觉得很淡定的感觉。是，哎，这也是个视角。如果我们是客户，最想找谁当自己的律师？靠谱的、稳重的。但是从实习生来讲，我挺喜欢像志远那种感觉。他从一开始一个人坐在那边，都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看到每个人说他学历，他都好像一直在吸收一种知识的感觉。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好像你会期待他会一路会发展成另外一种特质出来的感觉，成长型人格。一开始，汉良哥就对这种人格。8位已经到齐，而且在第一时间就迅速给自己建了群。他们最后用的是紫荆8朵花。对呀，紫荆8呀，简称荆8啊，就是。不要这样简称吧。然后3位男生中间稍稍停顿了一下，但是还是欣然的接受。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有没有哪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微信群名？沈梦老师，您呢？您这么巧舌的人，然后巧舌，您有什么那个之前你们辩论群会什么？就抬杠先锋嘛，就叫什么？抬杠先锋这个名不错。你的群叫什么？我们有好多各种各样的群呢。你说一个最难以让你启齿的、最丢人。没有，就是那种特别缺心眼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大家都特别的快乐，特别的亲切，不把对方当客人什么的，我们就叫无客群。然后那个无客群，我有一点要崩塌了。我突然觉得我们的生活太无趣了。要多跟大老师交朋友，他可以颠覆任何一个人的日常。还有啊，你再说一个，好多呢。然后我前一阵录那个说唱那个节目，我以为 rapper 们都特别锋利的，感觉叭叭叭一定要就是建群之后要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后来那个群就叫做3个字沟通群，就是沟通。看来多厉害的 rapper 都需要2个字沟通，好吗？他们就是平时不沟通，所以才这么的愤怒啊！您这么专业的，因为你们应该都是商业的这种吧？有没有相对轻松一点的有吗？没有，比如说轻松的，就是像我们去上一季的带教，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4个人的群，叫做爹爷介绍。那你要是家人，你怎么起名字？我家会有一个群，就是可能就是我家的那个住的那条街，要具体到街道是吗？这么厉害？对，那你那个群里是哪个街道？那个名字我好好奇。这个私聊，哇，这个街道一听就不得了。你想加这个群？不能吧？像演员是那个每回新的剧组，大家都要建一个群嘛，是吧？剧名就是剧名的群，就是这种。好姐妹呢？我有一个 Gossip Girl。哦，绯闻女孩。这个还是可爱的。我的闺蜜群叫永寿宫。永寿宫永远寿，就是因为我们也很肤浅，并没有什么街道这些的期许，主打一个就是共同的诉求，就是永远寿。永远寿，永寿宫里头都会发什么？大家哭在那儿，对不对？好饿呀！就是一堆人。真的，互相乱发食物馋对方。你几天没吃饭了？太狠！我3天没吃肉了。这个群好惨啊！我们都来了 offer 6，如果我们现场建个群的话，咱们可以想一个字嘛，因为咱有7个人，对不对？反正就是跟7有关系的。北斗七星，7剑下地。算了，我不说了。你说吧，想听。7个人微信群，我们叫7微，好不好？7微。无客群吧，无客群。没事。待会儿再想，好不好？咱们待会儿再想，跟7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们随时聊，好不好？可以。OK，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2段 VCR。要记住，留痕可以保命，强调留痕，从基础层面来说，可以形成良好的。请求下班，驳回。来2粒益达，放松一下。果味迸发真的好清爽。这是你做的法律研究。益达，嚼出自在好状态。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益达全新升级，果味瞬间迸发，口感清弹，嚼得更爽。咦，你的益达被我吃光了。是我们的益达，来随便拿，秒变自在。所以感觉那些大律师是不是应该快到了？哦，我感觉是的。哇，这像
陈慧琳老师的感觉有没有？哎，有哎，我能 get 到你，我能 get 到你。哦，大律师来了，来了。我要起立，我要起立。不用起立，请坐，请坐。同学们好，请坐，请坐。好，你们好，我的名字叫 Annie 吴亚楠。那我是一名在香港执业的大律师。你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的普通话这么好？那是因为我是在北京长大，是大学的时候我才来到了香港。那同时呢，我也是香港大学 PCL 刑事诉讼课程的导师，也是大律师公会下的给大律师学徒的必修课程的导师。那之前呢，也被委任为在香港的裁判处，在九龙城法院和西九龙法院做暂委的裁判官。暂委裁判官已经算是整个法官体系里面的一部分了，是那些有非常丰富经验的那些律师，然后就会有一个香港的叫做司法人员的推荐委员会，然后他们会去向行政长官，然后推荐在这些律师里面哪些人非常有经验，那可以把他任命为暂委裁判官，去行使法官的这些职能。哦。首先，我要欢迎大家正式成为香港大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生。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法庭，因为法庭呢，对于每一位大律师都有特殊的含义和魅力。因为作为一名大律师呢，其实你最平常的工作的地点并不是在你的办公室，而是在法院。那这里呢，是我们发光发热的地方，是我们的主战场。那这里呢，会将你所有的才华，你对案件的准备，你所有的心血展现出来。你准备的怎么样？你讲的好不好？在这里是一览无遗的，大家都可以看到。那另外就是呢，因为我们是非常讲究效率的，所以呢，现在我也将会公布我们第一个课题。这就来了。你们将会听到一个审讯，这个聆讯呢，听的过程中需要你们将聆讯的内容做一个庭审的笔记。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很典型的网上的诈骗案件。诈骗了之后呢，这个资金是通过转移的方式转走了。我呢是代表这个案件的原告人的大律师。那么原告人的指示就是呢，他在网上经过一些搜寻，他找到了一个车主，这个车主呢声称会把车卖给他，然后他们之间是经过了很多电邮的沟通，互相的倾谈这个车的性能价钱等等，最后达成了一致，用一个价钱将这个车卖给他。他于是就将这个车款这笔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里。那么这个银行账户就正是本案的被告公司的注册银行账户，所以他是在本案中是作为被告人的。那我是代表原告人一方呢，有另外一位大律师会代表被告那方。被告的讲法呢，是他对这种诈骗的行为毫不知情，他完全不知道。他收到这笔款项的原因呢，是他正当的来源。他们公司是做这种虚拟货币交易的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平台，所以在他们公司的业务中，就会有客户开户账户之后，将款项打入他们公司的账户。打入款项的目的是为了购买比特币。这个是辩方的讲法。那这个案件呢，从昨天已经开始了，所以开案陈词方面已经结束了。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证人的证供方面，所以等一下你们会听到原告人和被告人的证人主问、盘问以及有可能复问这方面的证供。王梦涵现在在开包。
那么有2点需要你们注意的就是呢，其中第1点，在法庭里面记笔记的时候是不可以录音或者录影的，所以全都要靠你们自己的听和写或者是打字打出来。第2点呢，就是等一会儿呢，你们可以做的稍微分散一点，这样就可以不会互相干扰。好，那你们休整一下，我们10分钟之后就会开始审讯。哇！他们要干嘛？他们就是听嘛，听人家那个打官司哈，听人家审讯，记笔录。哇塞，他们这些笔记本蓄电能力这么强啊，都一直能有电。女生都好像是一开始就做笔记，男生是听完再来做，也可能是习惯不同，也可能是进入状态的节奏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被告说他不知道这笔钱是诈骗来的，是吗？对。然后所以说是那个骗人的卖方骗了他，打进了这个账户。好像是的。然后这个账户其实也不属于这个卖方。我的理解应该是属于卖方的，要不然不会构成一个适格的被告。属于卖方，那他怎么可以说他是不知道是诈骗来的？因为他从事虚拟货币交易，所以会有人向他的账户打钱。他并不知道这个的来源人是谁。但是这里面的这个车主，暂时还没有出现。车主应该是第3人，他通过邮件跟原告磋商，说要买车，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这样一笔钱打进被告的账户呢？对。我觉得可能车就根本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构的车。确实。他只是为了诈骗到这笔钱款。对。大家注意手机关机，或者说免打扰，保持法庭纪律。气场拉满的，就是大律师下场打是吗？我直接，这个太酷了，这个太看我。所以这也是代教律师是吧？应该是。完美卡点，我整个人发麻。这是被告方，原告。Called. Called. Yes, so we have already heard the opening submissions yesterday. And Ms. Bu, you may call first witness. Grateful, Your Honor. I will call Mr. Marco Lee.这个压力还蛮大的。
相比于粤语来讲，英文会不会对他们来说压力反而小一点啊？那确实是吧？对的，但是他们很难把这个很习惯的当做工作语言吧？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的话，有很多专业词汇。对的，对的。Please take the oath. I, Marco Lee,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and affirm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Please be seated. Mr. Kwan. May it please Your Honor. Good afternoon, Mr. Good Lee. afternoon. How old are you? I'm 30. 30 years old. And may I know what is your education level, please? I'm educated up to university level. University level. And what could I say that you have financial means? You're not in any financial difficulties? Yeah, I'm not super rich, but I have a decent amount of money I can use. 没有想到是全英文庭审。感觉在听英语听力，有点不知所措。And Mr. Lee,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have decided to purchase a car, is it correct? It's the third time already. It's the third time. Well, 300,000 Hong Kong dollars. That's, in any event, quite a large sum of money, would you say? It's a reasonable amount of money, significant amount of money. Significant. So, of course, you would be careful before deciding to... I was very careful. Right. So, in your two previous experience in purchasing cars, you would go and inspect those cars, wouldn't you? I did, yes. Instead of just looking at photos. Would you agree? Yeah, of course. You need to see the car first. And also, you must inspect the vehicle registration documents. Would you not agree? Yes. Right. So, in this case, however, you did nothing of what I've just mentioned. You did none of those actions. That's what you did. Is 致命一击. I did nothing because I couldn't see the car. The thing is, they promised me, well, the seller promised me for a chance to inspect it for 5 days. However, before you've done any of those things,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to part with your money. 那他为什么先给人钱呀？ Well, I transferred it to a middleman, an escrow company. So I didn't transfer the money to the seller. 哦，有中间人。You have decided to transfe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oney based on a few emai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you and the alleged seller. Is that correct? Well, through the website and, yes, email correspondence mainly. Yeah. In fact,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his seller prior to this purchase. Would you not agree? I know his address. I know his occupation. When you say you know, you've been provided with an address, right? I've been provided, yes. Yeah. Have you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at address? Oh, that is not pragmatic. How do I verify someone in UK? I'm in Hong Kong. So the question is simple. You have not verified that address. Is that correct? I have no chance, therefore I didn't. Now, Mr. Lee, did you not find it very odd that i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your previous experiences in purchasing? For Your Honor, objection. You could not possibly answer the question. Yes, Mr. Kwan, what's the relevance? Yes, Your Honor, I shall withdraw this question. 我之前是有听过内地的法院庭审，感觉大律师在法庭上面占据着很主导的地位，这个是和内地的律师会有比较大的区别的。Okay. Let's have a look at, you've mentioned about this escrow company. Yes. Right.
About this escrow company, now may I refer you to page 214? It is an email sent by an Octopus Air company dated to 24th of December 2019. First, it says this: at the seller's instruction, the selling price was reduced to 250,000 Hong Kong dollars. Do you see that? Yes. The seller decided to reduce the price by 50,000 Hong Kong dollars. You did not negotiate with the seller. Is that correct? I did not explicitly negotiate, but my attitude was like I don't care too much, and perhaps it's this attitude which made the seller more desperate in selling it. Well, Mr. Lee, please don't try to second guess my question. My question is very simple. You either did or you did not negotiate with the seller. I did not. All right. And then there's an invoice at page 215. As you can see, there is a website. Below the website, there is an address. It is a UK address. Yes, I see it. Well, may I ask what degree did you obtain in uni? I don't see the relevance of your question, sorry. Yeah? Well, I mean, you're an educated person, and clearly you would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escrow service,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an escrow service, which is a financial service. If you actually did do research into this escrow service, Mr. Lee, I suggest you would know this is a service usually provided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legal professionals. Would you not agree? Mr. Lee, did you not find that strange again? Well, I didn't read all these. Yes, you may be right. The wording is strange. Well, yes, please flip to page 216. Please go to the part which says escrow means interstate. Now, if this is a UK compan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interstate delivery. Would you agree? Please have a look at page 195 of the bundle. It's another email by this Mr. to you. The cost of the shipping and registration are already paid by me. You will not pay anything extra, only the cost of the car. If you damage or crash the car and then you decide not to buy it, there is no problem. Now, do you find it quite an extraordinarily generous offer on his part? So, would you not find it quite strange that? 哇，他问的好高级。他这个辩论技巧，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到。这是一个环环相靠，最后把你关进去，会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这最后一个问题来一个杀手锏，很厉害。我在之后可能也要准备类似这样的模拟法庭。我觉得应该会有，然后问题的设置还挺期待的。I would say, Mr. Lee, this whole incident happened, it's completely due to your negligence. Would you agree? Of course, I'm not part of it. Objection, Your Honor. This is never the defendant's case. Your Honor, I have no further questions. I will withdraw that. Yeah. Any further questions from parties? No follow-up questions. No, Your Honor. Thank you. No follow-up questions. Okay. Thank you, Mr. Lee. Okay, Mr. Kwan. Yes, may it please the court, I shall tender Mr. Elton to the stand, please. Thank you. 真的很难为他们，几个小时时间，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我感觉像雅思听力马拉松，确实时间太长，就是一个脑力。但是到后面感觉脑里已经枯竭了。
已经巨久没有听过这种超过20分钟以上的英文都很少。我可以听懂70%吧，差不多能把握左右。对方大律师的意图很明显，他想指出原告没有仔细审核汽车卖家以及资金的第三方托管机构，这一切损失都是由于他自己的疏忽造成。与此同时，被告也在不断强调自己有着严格的审核机制，不可能让诈骗的行为发生。These documents would be reviewed by our staff. And then if there's nothing strange abou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they can open an account with us. Yes, Ms. Bu? Yes, Mr. Alton. First, can you go to page 72? It says, at the material time, the standard industry practice with various cryptocurrency exchanges and platforms was that the accounts were created merely on the provision of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Yes. And in this case, do you agree that an ID card and an address proof can be obtained by other people easily? No, I wouldn't say that any ordinary person would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se items. There would have to be some foul play going on. So when you received the email from, you said, claimed to be Mr. Lee, did you do anything to verify this email address belonged to Mr. Lee? Or you just assume it was his email address because he claimed to be Mr. Lee? Well, it was the same email address that was used to open the account, so we presume that it was the same person. So you did not do any verifica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Mr. Lee? Well, we did verify it by the proof of address and other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aying verification, you just simply look at the documents. You did not do any further actions to check whether those documents are genuine or correct. Isn't so? We wouldn't normally do anything further. Yes. Wow. Right. Mr. Alton, you claimed that the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is trading cryptocurrency. It's a platform. It's one of the businesses of the company, currently one of the major businesses of the company. What other business do you have? We still maintain some 3D printing business. We also have some advertising services, mostly things in the tech sector. So when you're opening an account with a bank, what business did you report to the bank that your company had? From looking over the documents, I think we put down printing services. Oh, 没有说他比特币的业务。And that's the only business that you indicated on that platform? Yes. Because you know, if you indicated that your business involves cryptocurrency, then the bank will pay extra attention to your company accounts, and you don't want that happen. Isn't so? 躲呢？他主观逃避，不想被眼出来。对。I disagree. There's no reason why we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Can you go to page 395 of the bundle, please? Yes. Starting from this page, these are the bank statements of your company. Can you just confirm with me that on this page, the second transaction from the bottom, the amount is 249,998 Hong Kong dollars and 52 cents. Is this the amount that you claim that your company obtained by selling the cryptocurrency, the Bitcoin, to the Mr. Lee? I believe so, yes. The first one, 49,989.49 cents. Was this amount related to cryptocurrency trading? I believe so because of the decimal point. And the one after that? 149,999 Hong Kong dollars and 50 cents. Was that related to the Bitcoin trading?
I can't recall which, I don't know which currency it was, but I believe it was related to cryptocurrency trading, yes. And you saying by coincidence, and it formed a sequence of 49 cents, 50 cents, and 52 cents? 小细节. Yes, the price can go up very slightly at times or more drastically at other times. So it was by coincidence? Yes. 有问题。And Mr. Alton. Mr. Alton, do you agree that when the fraudsters, they brought in some profit to the companies, they usually make the numbers in cents as a mark to identify who brought what profits? 哦，这解释可以。 Your Honor, I can't see how this witness could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 withdraw the question. 撤回了。 When you look at those transactions amounts, did you ever have any suspicion that it may relate it to fraud? no, none at all. Mr. Alton, and in fact there are more victims rather than Mr. Lee, alleging that your company is related to some fraud. Do you agree? I don't have information on those aspects. I put it to you based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mount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your company's bank account. Any reasonable company would have suspicion that it's related to fraud or some problems. I disagree. We had no reason to suspect that. Are you the fraudster, Mr. Alton? 太酷了。 Your Honor, there is no basis for this allegation. No basis. Withdraw. Did you conspire with the fraudster? No, I didn't personally, and our company did not as well. I have no further questions. Any re-examination? No, Your Honor. Thank you, Mr. Alton. You may be seated. Thank you. Your Honor, I note the time. May I respectfully suggest that we adjourn the case to another date so that the parties could prepare for written submissions? Okay. Perhaps parties can submit written submissions before 4:30 tomorrow. Is that sufficient time for parties to prepare written submissions? Yes, Your Honor, I think it will be sufficient. Yes, thank you. Okay, in that case, I will order parties to submit written submissions before 4:30 tomorrow. And then I will adjourn the case to 10 o'clock on Monday for verbal closing submissions. Any other housekeeping matters? No, Your Honor. Okay, I will adjourn the case. Thank you. 好，各位，正式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对方的大律师和本场法官都是你们这次实习的代教大律师。放了个大招，然后现在开始介绍。这一位就是我的对手，关大律师。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关百安大律师，在律政司的工作了超过15年。哇，关大律师。 然后我私人执业的时候呢，都有当过这个站委的裁判官。现在在私人执业呢，都主要是刑事案件。这一位是沈大律师。各位好，我是沈志辉大律师。除了当大律师以外，我曾经当过站委裁判官，我也有做民事案件的调解员。 我的专业领域是比较宽的，英语说是 mixed practice， 我就是民事跟刑事案件也有处理的。他没有站起来吗？还是可以了？其实你们可以坐下啊，可以坐下。好，那两位大律师对于我们的学员，对于我们的实习生有什么寄语和期盼吗？
我觉得其实在香港当大律师的话，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们需要尽量的开阔自己的眼界。香港有一个词"离地离地"，意思就是离开这个地面很远，就是说你跟这个世界不接轨。如果这样的话，客户会对你失去那个信心，他也会觉得，其实那个大律师他不是真的了解我的案情。所以，当你们有时间的时候，要多看看新闻，多出去走走啊，这些都是会帮助各位的。然后今天非常高兴在这儿再次见到各位，希望在未来这段时候看到各位向着你们当香港大律师的这个梦进发，加油，各位！我们律师不论是检控还是辩护，负的责任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有很大的社会责任。你对法庭有责任，公众有责任，然后当然就是你对你的当事人跟他的家人。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刑事大律师呢，你肯定要很有担当，很有勇气，很有努力，还要非常有同理心。你要记住，我们处理的不是一堆文件，是背后是一些生命。我特别赞同，就是关于这个责任这一点。香港有超过700万的人口，在这700万人口里面，有1000多名大律师。这1000多名大律师是有着这样的荣誉，可以站在法庭里，帮着自己的客户去申诉或者辩护。当你站在这个法庭的时候，你不单是准备一个案件，而是你身后你的当事人对你的这份信任。他把他的自由交给你，他把他的金钱财富交给你，所以你会时时的提醒自己，你要做到什么样子，你才对得起这份荣誉，对得起这份信任。你要准备到充分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我们说够胆啊，站在这个法庭里面去说。所以我很期盼你们有朝一日也可以站在这个法庭里面为你的当事人发声。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潜力。